宠了我60年的夫君死前说，下辈子要活得轻松点。我万万没想到，他的轻松竟然是换个娘子。知薇，我无能，这辈子没能让你风光。要是有下辈子，下辈子怎么样？当然是让我们都过得轻松点儿。我重生了，这是回到了王府春日宴，选世子妃的那天。我儿婚事迟迟未定，我便亲自求了列祖列宗，请回了一枚供奉在祠堂的金钱。今日谁能拿到它，谁就是我儿命定的世子妃。金钱就在里面。原来你也重生了，原来这就是你所谓的轻松。谢小姐，世间男子多薄情，那顾明珠有个厉害的娘家，世子反悔选她也是情理之中。京城中人人都知道裴行昭心悦于我，而老王妃却嫌弃我家世低微，配不上世子妃的头衔。这场春日宴也是他精心筹划的，目的就是为了让顾明珠拿到金钱，打着祖宗选的世子妃名号，逼着裴行昭就范。上一世是裴行昭提前知道老王妃的计划，悄悄把金钱换了位置。知薇，你记住了，一定要选那个胭脂盒。我也终于成功嫁进王府。婚后，老王妃没少搓磨我，最狠的一次，故意扯断手串，将佛珠扔进水里，逼着我在寒冬腊月下水，摸遍池底给他一颗颗捡回来。你疯了！这么冷的天，要是得了风寒怎么办？既然知道会得风寒，你又凭什么让知薇下水？你要知薇的命，就是在要儿子的命。他要是有个3长2短，儿子也不会独活。眼见动不了我，老王妃就开始在裴行昭身上打主意，时不时就往他院子里送美人。贴身的丫鬟，扬州的瘦马，个个身材曼妙。裴行昭受不了，直接拉着全家去佛祖面前发誓：我裴行昭此生只会有知薇这一个枕边人，若有违誓，就叫我天打雷劈，万箭穿心，不得好死。谢姐姐，你也太厉害了，裴世子对你百依百顺的，快教教我们吧。是啊是啊，姐姐你就行行好，教教我们吧。裴行昭成天围着女人转，咱们世家子弟的脸都让他丢尽了。就是，我要是他，都没脸在京城待下去了。我见裴行昭一腔抱负无处施展，既心疼又自责。如果你未来能有个高门岳家，在朝堂上也能一展才华。我裴行昭就算败了这王府，也绝不会拿女人换前程。我说过要护你一辈子，就绝对不会食言。原来这就是你想要的轻松。敢问诸位，是谁拿到了金钱？回王妃的话，是我拿到了金钱。好，好，我早就听闻顾家嫡女端庄知礼，今日一见，果真是个有福气的。看来这列祖列宗的眼光，终究是不会错的。真是好儿媳。
如今祖宗都把答案摆出来了，有些人也该知道什么叫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。你让顾家嫡女配镇北王府，这才叫门当户对。他爹不过是个小小的七品官，自己也还是个庶出，居然还敢肖想世子妃的位置。不过他也不算亏，若是世子念旧，抬进门做个侧妃也算有造化了。昭儿，祖宗亲自为你选的婚事，你可还满意？既然是祖宗选的，那自然是极好的。他果然重生了。如今裴行昭要弃了我去换自己的前程，那我谢之为就不奉陪了。之薇，你要做什么？这块玉佩是当年殿下说要娶我做正妻时送给我的定情信物。如今殿下既然已经选了顾小姐做世子妃，那么这玉佩我自然就不能再要了。现在物归原主，还给殿下。从此以后，男婚女嫁各不相干。谢之薇，你先别闹脾气了。我知道你我二人走得近，要是我不娶你，你也嫁不出去了。你放心，我裴行昭不是那样的人。我刚刚已经和母亲商量好了，要迎你做我的侧妃。侧妃，说到底不也是个妾？放肆！谢之梅，你哪怕在府里做个姨娘都是高攀了的。如今我儿纳你为侧妃，已经是天大的恩赐，你还想怎么样？王妃恐怕是误会了。我谢家虽然门第不显，但世世代代清清白白。我父亲虽是个七品小官，却也从小教导我，宁做穷人妻，不做富人妾。殿下的侧妃之位，您还是留给别人吧。之薇，你别意气用事。我的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，从此男婚女嫁，各不相干。你又不是不知道，顾家门楣显赫，娶了顾明珠，我们王府才能站稳脚跟。你关起门来，只管享受我的偏爱，这难道不好吗？你既然要借顾家的事，就收起你这副深情的嘴脸，好好对顾顾。不是，不可能的。你不是谢之薇。我怎么不可能是谢之薇？只不过我不是18岁的谢之薇而已。以前年幼，所谓婚嫁不过是玩笑而已，诸位切莫太过当真。那这所谓的定情禁物又要作何解释？这龙凤佩又不是什么稀罕之物，更何况是传家的玉，怎么可能轻易就被外人拿去？若是我没猜错，真正的传家宝玉应当还在王妃手中。此话不假，真玉的确在本王妃手上。既然之前都是玩笑话，那从今往后这些事就不要再提了。我看谢姑娘聪明伶俐，又和我儿一块长大，不如今日我就认谢姑娘为干女儿，大家觉得如何？不可！不必。季明，你怎么突然回来了？既然母亲觉得和谢姑娘有缘，也不必非要认作干女。我心仪谢姑娘已久，今天是特地赶回京来向谢姑娘提亲的。久知边关虽苦，但我裴某一定真心相待，不让你受半分委屈。谢姑娘，你可愿嫁我？裴将军战功赫赫，
我自然是愿意的。镇北王府的庶长子裴继明，18岁从军，19岁斩敌境，23岁独守北关3月不退。听说了没？裴家那位年纪轻轻就当上将军了。这位裴将军这些年几乎没回过京城，可谁也不敢小瞧他。报！北境大捷，裴将军再破敌军。上一世，他也是在这段时间回京，只不过晚来了一步。若我嫁给他，既能让裴行舟死心，也能有个借口离开京城，彻底摆脱这些糟心。谢姑娘，我只是怕赶不及，才仓促求娶。你若是不愿意，我可以……我说了，我愿意，只要王妃同意，我们择个日子就能成婚。至于家中父母，我自会和他们好好解释。看来这枚金钱当真灵验，我镇北王府这下可谓是双喜临门。这婚事我应了。我不同意。知尉，你答应他就是为了气我是不是？我和顾家还没换京贴，还没写婚书，一切还来得及。我不娶顾明珠了，你不要生我气，好不好？世子这话还是想清楚了再说。今日这枚裴氏祠堂求来的金钱，是真真切切的落到了我的手里，而且你可能还不知道，我的父母和兄长此刻已经在赶来的路上。你若此刻反口，不是在打我的脸，而是在打顾家的脸。要是裴行昭在满堂宾客面前悔婚，那就是把顾家彻底得罪了。昭儿，你给我跪下！知尉，兄长常年在外，刀兵无眼，他给不了你安稳日子，你跟着他才是真要吃苦。上辈子我陪他熬了10年，熬到最后，他嫌我门第不够，帮不了他。这辈子他亲手把我推开，又在我答应别人时发疯。他不是后悔，他只是接受不了，我真的不要他了。你给我清醒一点！顾家是你自己挑的，你如今又发什么疯？左右不过是一个侧妃，到时候再寻个喜欢的不就得了？王妃若管不住世子，顾家也未必一定要这门婚事。不会，明珠，你别多想，昭儿只是一时糊涂。你今日若敢毁了这门婚事，我就一头碰死在你面前！时间紧迫，将军不如现在就随我回家，正式向父母提亲。我这次是直接骑马来的，谢姑娘会不会不方便？正好，我已经很久没骑马了，今日也借着将军的良居，过一把瘾。上辈子我痴迷马术。摔到哪儿了？伤着没有？没事儿，就是他性子烈了点儿，没站稳。我再试一次。是什么事？不许再骑了。裴继明，你不要脸！你明知我和谢之伟……谢姑娘已经应了我的聘，你若是再纠缠不休，就是在强死我。这场春日宴，到底还是成了2场婚事。昭儿，明珠才是你的良配呀。裴继明，我们回家吧。裴继明和裴行昭是2个完全不同的人。我记得上一世，裴行昭恰好被卷入了一桩贪腐案。知尉，救我！我是被冤枉的。别怕，我一定会救你出来的。我心急如焚，才写信求他帮忙想想办法。知尉，城南的金铺里有我的人，若是哪道王府真的出事，你可以直接去找，他们会保你一世无虞。他喊的是知尉，而不是弟妹。想来上一世我已经负过了他一次。裴继明，我今天答应你的求娶，确实存了一点想气裴行昭的心思。我知道。你不怪我？不怪。谢知尉，你以为我是今天才想娶你的吗？
8年前，我被老王妃逼去边关，全京城的人都在看我的笑话，甚至我的亲弟弟也没来送我。只有你，在城外10里的长亭等了我1整夜。裴继明，你要活着回来。这样小的一件事，我早就忘记了，可他却记了整整6年。我知道，我处处不如裴行昭，所以这几年我拼了命攒军功，就为了有一天我可以名正言顺地向你提亲。所以谢志伟，你不用有什么负担，只要能光明正大地和你在一起，我裴继明死而无憾。裴继明，我谢之薇既然答应嫁你，就是真心实意要跟你过一辈子。往后这种和死沾边的话，绝对不许再说了。好。爹娘，我是断然不会嫁给裴行昭的。好个裴行昭，竟如此轻慢我谢家的女儿！谢伯伯、伯母，裴某今日来求娶，是真心实意想护谢姑娘一辈子。你呢？你也想清楚了？爹娘，女儿不是什么娇气的人，既然做出了决定，就绝对不会后悔。再说了，裴将军做事稳妥，不会让女儿受累的。好。说来也巧，老王妃请人来择日子，两门婚事定在了同一天。很快，大婚之日如约而至。外面发生什么事了？不知是谁往队伍里丢了白烟，小姐稍安勿躁，过会儿烟就散了，误不了及时。停轿！停轿！知薇，是我，你先别出声，等顾明珠被抬进裴继明的院子，生米煮成饭后，谁也奈何不了我们。既不敢得罪顾家明着来，就暗地里用这种下作的手段，不仅不尊重我的意愿，还要牵连一个无辜的女子下水。世子殿下的算盘打得可真响，只可惜我嫌脏。世子殿下，顾家的花轿在左边，可别伸错了手，碰了你嫂嫂的轿子。知薇，你当真要为了这样一个莽夫，弃我于不顾？你自己选的路，怪不到我头上。起轿！我常年待在军营，是个粗人，不懂京城里哄女孩子的那些弯弯绕绕。既然你嫁给我了，那这些东西理应由你来管。别人新婚夜都是你侬我意，这裴继明坐的离我起码1丈远，像是在和同营的将士打商量。这可是你的全部身家，就不怕我拿了钱跑了？那你要跑，我还能拦你不成？我无非就是人财两空，最后冻死街头罢了。前院还在敬酒，我出去应付几杯。你累了一天，先吃点东西垫垫肚子，等我回来。没想到杀伐果断的将军还有这么可爱的一面。谢知薇，世子殿下，新婚之夜抛下正妻，夜闯大嫂的喜房，若是传出去，镇北王府的脸还要不要了？你非要跟我这么生分吗？裴继明那个莽夫能懂什么叫疼人？他一辈子在死人堆里打滚，什么都给不了你。他给的是堂堂正正的正妻之位，是百台聘礼，是全副身家。殿下能给我什么？一个永远屈居人下侧妃之位吗？我是为了你好，我知道你怪我娶了顾明珠，
可这镇北王府需要顾家的权势撑着。他做正妃，不用你操劳王府的烂摊子；你做侧妃，我把所有的宠爱都给你。这难道不是最完美的两全法吗？你陪我吃了那么多苦，我只想让你享清福，你为什么就是不懂？裴行昭，你真让我恶心。你想要顾家的靠山，现在既已如愿攀上了高枝，为什么还要在顾明珠的新婚夜跑来大嫂的房里发疯？你贪图顾家的权势，把软饭硬吃说成是用心良苦，把自私懦弱粉饰成两全其美。你不仅作践了我，更是羞辱了你自己。谢之薇，你以为我想这样吗？上辈子我明明满腹才华，就因为王府没有强硬的外家撑腰，被那些权贵世家生生踩在脚底一辈子。我凭什么要咽一辈子窝囊气？顾明珠不过是个能拿来铺路的踏脚石，你全当委屈这一回，等我日后借顾家掌了大权，你要什么没有？你若有能为，自能出头；若没能出头，自是无能。薇薇，你上辈子是我的妻，这辈子也该留在我身边。到时候裴继明那个莽夫绝对不会要你，到时候你依然是我的，谁也抢不走。裴行昭，你简直让我倒进了恶口。去请王妃过来，让她亲自来看看，她教出来的孩子是如何在新婚之夜抛下顾家嫡女，跑来大嫂房里行这等下作之事的。若是今晚世子殿下的丑事传到了顾家的耳朵里，顾家怕是明日就会直接进宫请旨和离。来人，世子醉嘴，行事不端，关入祠堂，家法伺候。世薇，你以为嫁给他就能得偿所愿了吗？裴继明手里那点兵权，迟早会招来满门抄斩的滔天大祸，他根本护不住你。我等着那一天，等你回来，我的侧妃之位只给你一个人留着。志威，你若是真的不愿再和昭儿有牵扯的话，等继明那边休整好后，早早跟他离开京城吧。只要有你在一天，昭儿她就绝对不会死心。1周后，却传来陛下宣我即刻入宫的消息。裴夫人，跟咱家走一趟吧。不对，若裴继明真出了事，宫里不会这样平静。裴夫人，您就放心进去吧。老奴瞧着陛下的神色，想来不会是坏事。臣妇谢之薇参见陛下。这位就是裴将军的心腹，抬起头来，让朕好好看看。这是虎符。朕素来听闻谢氏和裴家老二走得极近，如今怎么突然变了心，改嫁裴家老大了？回陛下，臣女对世子的感情并非男女之情，而是兄妹之情。所谓的两情相悦，不过是坊间传言。那你觉得和裴家老二相比，如今的夫君如何呢？世子殿下金尊玉贵，臣女不敢妄加议论。既已成婚，前尘往事就不再作数。臣女只愿和裴将军朝朝暮暮，白首不离。爱卿，朕可最后问你一遍，你可想清楚了？臣想清楚。自今日起，臣自请交还兵权，不再统领镇北军。你用半生军功换来的东西，如今说放就放，裴继明，你图什么？臣只求2件事：第一件，求皇上同意臣与镇北王府宗师分离，自成一脉，不再受王府辖制。还有呢？臣还求陛下
册封谢之薇为安国夫人，见皇亲不贵，见命妇不拜。臣既然要带她走，就要让她堂堂正正的走。从今往后，再无人能轻她、辱她、逼她。我终于明白此番进宫究竟是为什么了。你为了谢氏，倒还真舍得。臣心甘情愿。哼，好一个心甘情愿！你既舍得，朕便成全你。但边关需要裴将军这样的人才，这虎符，朕便只收去一半。谢氏，你若辜负了裴将军的一番心意，朕可绝不轻饶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顾氏之威，品性端淑，亲子。臣女谢恩。夫人，我错了，我以后凡事都和你商量，好不好？夫人，我是心疼你。这军功虎符，在我心里都没夫人重要。作为裴家子孙，你竟然敢自立门户！你们让他替王府卖命，让他替裴行昭铺路，想过他是裴家子孙吗？好啊，这一个个翅膀都硬了。志伟，这都是你的主意，对不对？你还在气我是不是？志伟，我已经写好了休书，只要给了顾明珠，世子妃的位置就空出来了。你怎么打我骂我都可以，你别和我大哥走，行吗？裴行昭无军功，无官纪，无德行，不得沾染军务，不得再借王府名义干预政事。我也是在这一刻才明白皇上的用意。如今裴行昭要是还想保住自己的世子头衔，就必须留下顾明珠。就凭如今的镇北王府，还没资格休我。从今日起，王府的账目由我来接管，库房钥匙和人手册目，在半个时辰内全送到我院里。明珠，你不是最守礼了吗？怎会突然如此？我顾家的事可不是那么好攀的。如今府里只剩下了一层皮，您若还想让这一府老校有口饭吃，最好还是把管家权交到我手上。另外，把世子院里那些惯会捧高彩的奴才都筛一遍，谁再敢糊弄我，直接发卖。说来也是可笑，上辈子我因为娘家地位低微，受到了不少的议论。如今裴行昭选了顾明珠，以为能同时拥有爱情和事业，却没料到会二者皆失。明珠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！顾明珠，他们顾家要的从来就不是女婿，而是一个听话的傀儡。从今往后，这府里的一切都和我无关了。志威，你要是想家，我可以向皇上请旨，让你留在京中的。说了白首不离，我若是为师，皇上可饶不了我。有资格。季明，你有没有受伤？我无事。季明，小心！
上一世，他也曾替我挡过一剑。紫薇，我为你做到这个份上，你可不能弃我而去。若不是蓄意为之，我是绝对不会相信。将军，这伙人比谁都怕死，我看根本不是什么刺客。我知道你恨我，所以这一次我拿命赔给你。紫薇，你能不能原谅我？虽然已经分房，但我在名义上仍旧是你的大嫂。我都要死了，谢志伟，你难道连骗一骗我都不肯吗？没必要骗你，且不说这毒是假的，若你真的死在这里，我也只会觉得清静。是啊，在你为他舍身挡剑的时候，我就该明白了，你已经爱上我哥了。你要是对谢之威不好，我会直接追到边关，8抬大轿带他回京。你放心，不会有那一天的。都退下。谢之威，我唯一想问的就一句话，如今你还会心疼裴行昭吗？不了，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。那就好，我爹爹在朝堂上正好需要女婿稳稳的病上几日。谢之威，你不用防着我，我若真想跟你争，春日宴那天我就不会站着让你看笑话。守着一个不爱自己的人，你难道就甘心吗？我嫁进来不是为他，是为顾家，也是为我自己。再说了，权势握在自己手上，我要什么样的男人没有？我知道你曾经切切实实给他付出了真心，所以我今天来只是想确认一下，避免以后惹上不必要的麻烦。小姐，姑爷醒了，现在是否回京？你只管去过你的好日子，裴行昭日后再也没办法继续打扰你了。我不知道他这句话意味着什么，但如今我也不再关心了。我和裴继明继续北上，1个月后，终于到了边关的一座小城。这院子，你什么时候准备的？早就让人备下了，你看看还缺什么，我再去添。你什么时候想的这些？在京城那会儿，你答应嫁我的当天，我就写信让人办了。裴夫人，我刚从京城那边过来。怎么了？听说裴行昭世子当时回去后，又遇了一场劫杀。顾丞相凭着这件事揪出一桩谋逆大案，皇上对顾家越来越器重，顾明珠更是风头无烈，只有裴行昭平白无故的失去了双腿。至于老王妃，在听到裴行昭遇刺的时候气急攻心，直接中风了。现在她被顾家送到寺庙青灯古佛。又听说什么了？没什么，都是别人的事了。那就不想了。再后来，就连这点消息我也懒得听了，因为我和裴继明的女儿在阳春3月顺利出生。大雁北归，天高海阔，我们的孩子将会在北地自由地长大。是个好名字。